I'm waiting, love. Place your hand in mine, I'll take you to the stars. Oh, I'll show you love.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大家今天过得还好吗？今天的大众占卜题目是：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他现在想要对你们说什么样的话呢？台面上总共有3个选项，由左至右，选择最有感觉的一组。如果还没有选择好的话，请先按暂停。如果已经选择好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宇宙透过字卡中还有塔罗牌中所想要带给予你们对方什么样的讯息呢？首先，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左边第一组牌组的朋友，那么在验证牌地方是你们对于这个人对他的思念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境，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好，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组。好，第一组话呢，我们这边抽到的是权杖国王。好，那在权杖国王的部分的话，就表示在你们目前的这一段的关系之中的话，很明显的呢，会感受得到，在这段关系里面，曾经可能都是对方主动的，或者说曾经都是由对方他想要去跟你们制造更多的相处的机会，或者是说由他们来去主动去推进你们的这段关系。本来你们对这个人没有那么多的想法，或者说本来是没有那么多的好感，但因为跟着他的主动、他的努力、他的付出，让你们逐渐的对他卸下心防，或者说让你们逐渐的会对这个人产生有更多的兴趣，或者说你对这个人有很多的好奇。然而现在的你的话，当想起这些的一切，会觉得很可笑，会觉得当初明明就是他那么的主动跟那么的努力，结果现在却反而让两之间的关系可能并没有到你们所期望的那么的好。所以呢，对于说这段关系中的你的思念的话，你们很渴望，或者说也很怀念曾经那个人所对你们所付出的种种的一切。可这种种一切，这所有的一切，你们却又会很在意跟很在乎说对方他的一些的背地里的心思，或者说他心里面的一些个人的想法，或者是说他原本这些的动机的他的行为，他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洋的中文可能有点奇怪，对，就是他的行为的背后动机什么？有什么是他没有告诉你的，或者是说有什么是他没有让你知道的，然后就一直这样子欺骗你下去，所以你心里面会有很多的疑惑，或者说你其实会有一点害怕，但是你又很渴望关系是有一个可以进展的这个机会。好，我们看下一张，力量。好，那这样的话，其实在这边的话，就意味着说，对撞关系的话，可能有的人是还没有断联。如果说你们是还没有断联中的人，就表示这段关系会让你们，就是还没有断联的人的话，这段关系会让你们感觉到是想要继续努力下去，或者是说还不想那么快轻易的放弃，就是你们会想办法去改变你们的日常的作为跟行为，就为了要去符合能够去吸引到这个人在对于说这段关系中的一个吸引力。那当然对你们来说会觉得有点疲累，或者说对你们会觉得有点彷徨，因为你的当初是他主动，然后现在换你是主动。那如果说你们是已经断联的人，那如果说已经断联的人的话，那你们现在呢是有点默默的等待对方，但你们还是会想好好的去过好你们自己的生活。所以就是这个状况之下的话，就是如果当有的人主动来找你们的话，就是新的人主动来去想要追求你们，基本上你们可能会有点拒绝的意思，或者说你们对新的人会抱持着一个比较严苛的条件跟态度，可能你们表面上没有这么觉得，但其实会不自觉会对这有点吹毛求疵的情况。好，下一张。
我们这边抽到的是，这是皇帝哈。好的，那皇帝牌在这边的话，就意味着说，其实在，你们现在你有点其实比较没有办法去拉下脸来，或者是说你还没有办法完全的，去面对或者说去放下这段关系。可是，对于这段关系的话，你们有很多，就是个人的不知所措的一些的思维。也就是说，面对这段关系，其实你想要前进，但是你又不知道该怎么前进。那你想要后退的话，你又也舍不得，所以其实对你来说，你的心情上面会有点进退两难。可是如果说你要拉下脸来去求这个人的话，你又会很担心说自己的自尊心或者说自己的面子是不是有点会被对方给看清，反而会让你在这段关系里面，会失去掉很多你觉得是有意义的，或者是说对你来说是非常有优势的，或者是在关系里面不应该让两人之间是不公平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表示在这段关系里面中的你，其实你对他的思念的话，看起来更多是你重新去审视着这段关系对于你来说存在的重点，那存在意义，或者是说到底还需要多努力才有办法得到你所想要的一切。那如果说真的得不到的话，那你是不是能够潇洒的去放弃掉这段关系？但是你心里又有点舍不得，因为过往的回忆，或者是说你会觉得你付出了这么多，凭什么在还没有到最后一刻，为什么我要放弃？对，所以对你来说，其实这份关系的思念的话，算是有一种隐隐作痛，或者是说，当你真想要放弃的那一刻，思念的感觉才会涌现出来。那平常的话，基本上呢是不太会有的。好，那这样的话呢，以上选到这组牌组朋友，你们验证牌的资讯。那如果说有符合，或者说让你有所共鸣的话，我们就来继续往下看。好，那我们来继续往下看接下来的讯息。好，我们洋洋把牌先收起来。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透过字卡以及塔罗牌，还有情绪卡，来看看说他现在想要对你们说什么，以及他在说出这样的话的情绪是什么。好，那首先呢，我们来抽第一张的字卡。第一张字卡，他想要跟你说另有隐情。好，那另有隐情的话，表示他应该是真的有一些事情，有一件事他不敢让你知道，或者说他不好意思，应该说通常是他有不敢让你知道的事情啦。这样好像看不太到，可能这样放着。好，这样的话大家应该都会看到了。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情绪的字卡，为什么他应该说他说出了这句话的他的感受、他的心情、他的感觉是怎么样？凄凉。好，洋洋一样在拿个木条、名片条，对，把它立起来。好，那洋洋我们再来抽塔罗牌的部分，看一下凄凉另有隐情这件事情到底是他在指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呢？好，权杖9。好，那这句话很明显呢，看起来就是他目前的生活状况的话，应该是真的有发生了一些的事情，然后他的这个生活状况中，是一直以来对于你来说，应该是还蛮容易可以去猜中的，或者是你可能原本也知道说他的生活的情况，或许也是真的没有到那么的好。所以说，很有可能是因为他目前生活中他会没有办法一直向前走，或者是他总是碰壁。那他在总是碰壁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的话，他反而就会不知道说该怎么去面对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或者说他也没有那个脸敢去和你相处，或者说去让你知道他现在心里面的一些的状况。他光是现在忙他自己必须要去处理的那些事情的话，已经让他觉得是蛮不好受，或者是说已经让他觉得是一件蛮累，或者是说是蛮痛苦
的事情，所以现在他也可以算是说，为了那件事情，他舍去掉他很多的生活，或者是说舍弃掉很多可能他一直以来说应该要拥有的一个生活的品质的这样的一个情形，这样的一个状况。好，所以呢，目前这个人如果说你希望他可以回到你们关系，或者说你希望这个人可以多把一些的心思放在你们身上的话，洋洋会认为是还没有办法那么的快。那最后期如果说对方是属于心气比较高傲，或者是说他这个人比较爱面子的话，那你要他能够去抛下很多的一切，或者说抛下他自己的自尊来去和你沟通、和你聊天，或者说若无其事的待在你身边，陪伴着你的话，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他完全做不到，也是他会没有办法去做的一个事情。好，我们来收起来这个部分，放在这里。好的，那我们来抽下一张，他想要对你们说什么？好的，视为珍宝你。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他心里想出的这句话，他的感受是什么？痛苦哦。那如果说我们配合刚刚利用引擎的话，或许就表示这个人当他想起了这段关系是没有办法向前走，或者是说是没有办法陪在你们身边，又或者是说对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是没有办法有一个明确的进展的话，这件事情或许对他来说是一个会让他不知所措，或者说会让他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或者是他不晓得该如何去经营好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那当无法好好经营你们这段关系真正的缘分的话，他会觉得就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是他也不想要去发生的这件事。所以看起来似乎你们在这张心里面的话，也会算是一个还蛮重要的一个存在。我今天抽到的是宝剑五，对，是权杖五。那权杖五呢，在这边就意味着说，其实在这段关系之中，在对于你们两个之间的话，他会觉得就是有很多一些外来的事情、外在事物去影响到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就算他可能有考虑，或者说有认真想过要去投入在你们的这段关系里面，或者说投入在让两人之间有一个更加亲密，或者是说有更多的交流的这个机会的话，会因为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的考量，或者说一些因素，导致于说让他会没有办法实际上去付出这些的行动。那就算他再怎么样想要去往前走，走到你们的面前，或者说走到你们身边，希望呢可以让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可以更加的紧密，可是就是因为这段关系里面，因为这些外在的事情，所以让他都一直没办法下定决心。或许对你们来说，会觉得下定决心的这件事情的话，只是一个决定而已，或者说只是一个念头就可以去做这件事情。但对他来说，当他下定决心的时候，他就希望呢，他是能够做到他能力所及的，或者说他是能够做到对他来讲是能够对双方之间都是好的一件事情。所以看起来似乎你们这段关系好像是有一点出现危险的讯息，或者说是不是有出现一点对方最近如果说他对你的态度真的比较冷淡的话，就表示一定是因为他的生活里面真的遇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才导致于说让他会没有办法去面对，或者说他没有办法去处理好你们之间这段关系。所以当关系呈现出在一个比较停滞，或者说他比较没有办法去耐心面对你的时候，其实他心里面也是痛苦的，但他又把你看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所以似乎也可以知道说，这个人他可能给予他自己的压力有点太大了。对，有时候生活中有些事情确实不需要压力这么大，不需要把每件事情都看得很透彻，然后才去做。那这个就是会比较有点偏向于说是这种比较极端的一个方式而已。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部分。好，因为洋洋这些都是临时抽的，所以可能就会比较花一点时间。好，我们来看下一张。我喜欢简单务实。好，看起来的话，似乎你们这段关系里面可能有掺杂一些，比较不太好的事情吧，或者是说，可能这段关系一直以来都有
双方之间可能在对于情感上的共识是不足的，所以他可能才会现在心里面想要对你说我喜欢简单务实。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情绪是什么样子呢？爱，爱。那爱的话呢，就意味着说，在他可能想象中的一个爱情的层面，或者是说一段爱情的关系，他会希望他的爱的生活，或者是说他的人生中的方向，或者说人生中的事情的话，是能够是在一个简单的。所以看起来这个人，他就算不管住在多么繁华，或者说多么繁荣，或者说他的成长背景是在一个多么自由的环境之下，但对他来说，他还是会很喜欢这种简单又务实的感觉。就是只有在一个唯有简单务实的一个状况之下，他觉得才会有办法去磨练，或者是说才有办法去看到一段最纯真，或者说最诚挚的一段爱的感觉，或者说一份的爱情。好，我们看下一张，宝剑四。那宝剑四就意味说，很有可能目前这个人他在面对说爱的这个想法的话，因为他喜欢简单务实，那就意味着说，他目前对于要谈论感情这件事情呢，其实他没有到那么的迫切需要，或者是说他也没有到那么的渴望说一定要有一份爱情，他可以先在于没有对象的情况之下，他可以让他自己沉淀下来，然后等待一个对的时机的时候，当遇到一个喜欢的人的时候，那么他就会想要去好好的付出这段关系。其实当属于这种我喜欢简单务实的人的性格，然后出现宝剑四的话，就表示这个人当他如果真的遇到一个他非常心爱，或者是说他非常喜欢的一个对象的状况之下的话，那么对方他就会选择去面对会非常的积极跟主动，想要去把握好属于自己的感情。所以这个人他的性格也可以算是一种宁缺毋滥的。可是如果说对方是变动星座的话，如果对方是属于变动星座，那么就很有可能他会在找就是遇到一个对他来说是真的对象之前，如果有一夜情，或者是说可能会跟别人有暧昧的话，他是不反对的，因为他觉得反正双方之间大家都是在交朋友，那还没有要决定好要跟谁在一起之前，还没有承诺之前的话，谁都可以认识。那只是那个暧昧程度的话，会依照他的个人的成长经历下的状况，会比较有点不太一样。所以你们也不用太担心说会不会你喜欢的那个人是属于变动星座，那他就会想去做什么，或者说他是不是就会选择就是去堕落他自己。所以关于这方面的话呢，你们是可以先暂时不用担心到那么多的这个部分。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部分。好，那下一个的话呢，好，就这一张。很抱歉，好，很抱歉，木头他跟你们道歉，他是有什么样的事情是他不好意思对你们说的，或者是说他也不太敢去面对于你们的。糟透了，糟透了，为什么他会如此的糟透了呢？究竟是什么样的事情他对你道歉，那他又觉得这个的话是非常糟糕的，或者是说是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的一件事情呢？月亮，好，那如果说是在月亮这张牌的话呢，就表示说，他会认为这段对于你，就是他想告诉你的话，就是目前的他还没有想要去为了这段关系多做点什么努力，或者是说，如果你这段关系是非常期待可以赶快走到人生中的下一步的话，那他也不得不跟你讲说，他确实这个心理是还没有准备好，他还是会先以他目前现在的生活的状况，或者说还是会以他目前现在生活中的重心为最主要。
那当他有想到说，可能你会因为对于他这样的一个选择，或者说他这样的一个态度而感到失望跟难过的话，他觉得他必须要好好的跟你道歉，但是他又不想要去把你们整个人给放掉，或者是说他也不太希望你们会去离开在这一段的关系，或者是说你们之间的这段缘分，因为对他来讲的话，这段缘分其实也算是一个好不容易是有机会可以得到的，或者是说好不容易可以让两个人之间是有一个可以在一起，或者是说两之间可以更深一层的去认识、去了解到彼此之间的想法，然后再去有时候这个人会认为你的状态或者说你的外表是比他来的更加的耀眼，或者是说会比他感觉呢是来的更好，就是更特别，所以当他面对你的时候，他有时候其实会不自觉的想要多去靠近你们，或者是说他会不自觉想要去多吸引到你们的注意力，或者他会不自觉的没有办法把你们就放在一旁晾着，然后就不去管你们，他反正就会有一直不断很多的心思会放在你们的身上，所以就是因为对他来说，你们是一个很重要的人，或者说你们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或是你们在他心里面是有一个不可动摇的地位，所以就算现在的这样的状况之下的话，他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你们，所以他心里面就会觉得非常的挫折、挫败，或者是说会感觉到非常的难过，所以他可能才想跟你说，他真的很抱歉，然后他真的觉得这件事情是真的糟透了，是已经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然后让你们之间的这个缘分，或者说让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呈现出，或者是说变成是本来很有缘的，然后后面就突然走到没有缘的这个状况之下。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只在乎曾经拥有。那其实只在乎曾经拥有的话，就看起来说，其实这段关系可能会有点，也没有点是好像似乎就越来越岌岌可危，就是比较难以可以去靠近你们这段关系，或者是说比较难以去经营好这段关系。失望。那如果说当失望跟只在乎曾经拥有摆在一起的话，就意味着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很有可能，他原本所规划的、所预计的、所希望的那个样子，可是在你们这边的话，反而是有点不太受用，或者是说反而会在你们身上是没办法找到一个避风港、安定感，或者是所谓的快乐，就是说在这段关系里面，或许就是因为两之间的走向跟未来是在一个超出他原本所预期的范围之内，所以现在对他来说，有的时候懂得学会去面对于现实的话，也未必对自己不是不好的，只是有时候当他想起这段关系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心里面有那种默默落泪，或者说会觉得蛮想念你们，或者说蛮难过的情形。来看一下塔罗牌的补充解说。宝剑皇后，好，那宝剑皇后啊，在这边就意味着说，其实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你们，或者说他也不太清楚自己应该要怎么去处理好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或者说你们的这段缘分，所以反而呢，他现在面对于你们的时候，他会有一种像是逃避的心态。或者说他在面对于你们的时候，会不自觉的用一种比较严格的方式去审视，或者说去面对说你们这段关系。所以其实在这段关系里面，当你们做的越多，你们就会越容易感受到对方所对于你的态度，其实会让你觉得心情是越来越差的，你反而会更加不知道说你要如何去经营好这段关系。那当然，如果说你们是属于远距离的人的话，那就很有可能是因为他周遭可能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有点让他去各自的自己去联想到，那或许他也没有去跟你们求证。那第二种解就是说，很有可能这段关系当初在相处过程里面，他就已经觉得看清关系里面可能缺乏的东西了。
所以就很明确的可以知道说，对方当他在想到你这段关系，或者说遇到你这段关系的时候，他其实面对于你，好像仿佛他的行动力是比较不足的。目前我们看起来的话，如果说是以普遍来说，是没有太多的在乎的感，就是说没有想要去进一步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你们可能要再想想看，究竟你们是不是真的很喜欢这个人，还是说你们想要再等等看这个人他会不会起死回生嘛，或者是说他会不会就是那什么旧情复燃嘛？对。可是如果说你们还没有交往过，或者说你们也是认识不久啊，或者说你们都没跟对方在一起过的话，那就对他来讲的话，可能就只是他曾经非常要好的朋友的这个角色，比较没有放在爱情的里面。就算有，他也可能不太想要去面对吧，无话可说。好，他怎么话对你都没什么话可以说啊？怎么有点讨人厌啊？对啊，因为看起来就是他心里面应该其实他有一些的想法，或者说有一些话，事实上他或许还是也蛮希望跟你们分享，或者说让你们知道，但却也因为这样的一个状况，导致于说让他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你们，或者说他可能就是真的胆小如鼠辈，他就会一直都选择逃避的方式。值得。那值得的话，如果说配上无话可说，就表示意味着说，对方接下来他如果非常在意你的话，他就会有一些比较明确的主动，就是他话里面可能没有讲，但他会透过礼物，或者说可能透过其他的方式，让你们知道说，你们在他心里面是非常重要的。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有可能，如果你们是属于断联中的人的话，那对方确实呢，现在还是会想要先以个人为主。他还没有想要到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这段缘分，对。可是如果说你们是稳定交往中的人的话，可能最近要留意一下对方他是不是有一些奇怪的行踪，或者说有一些比较不老实、比较没有办法交代的一些的行为，要不然基本上这段关系呢，是他看起来似乎啦，也没有想要做太多的行为，也没有想要更进一步的发展的状况。宝剑骑士，那宝剑骑士就表示说，他很有可能就会担心，当关系有出现冲突，或者说两之间的关系比较不愉快的时候，那是不是也会造成双方之间剑如拔弯，或者是说会常常容易因为一些小事情而吵架。那其实在关系里面的话，因为也是他蛮重视你们，是很在乎你们的，所以关系中当他可能也是蛮担心或是蛮害怕会真的完全失去掉你们这个人，或者是说他也不希望去失去掉你们这段关系的情谊，所以才会让他都一直渴望着有一个对的人，或者说希望你这段关系可以往个对的方向走。对，你要说他定下来吗？目前看起来是没有，他还没有想要定下来的意思。他目前看起来是会先以他自己个人的生活状况，或者是说会先以他个人目前生活中的重心为主。好，那杨洋来为大家抽的字卡，你只想到你自己有没有？所以其实在关系里面的话，就蛮明显知道说，对方在看待这段关系的话，他有时候就会有点责备你，但有时候他又会去责备他自己，所以就是说，他本身面对情感中的一个情形，就是常常啦莫名其妙让自己喜三温暖，但很有可能这三温暖的话，本来就是不需要他去做的这件事情，或许本来就是会因为要由他自己来去面对于你们，可是他又不好意思说，或者说他又不想要去明确让你们知道他内心里到底是在想什么。脑袋空白，脑袋空白会表示说，其实人他会有一点不负责任，然后做任何事情的话，他可能也不会想太多，但就会变成说，这段关系里面，如果我们真的有牵扯到很多更多的情况，或者是说很多比较难以去解决的事情的话呢，就意味着说，他想到你的时候，可能心情上面很复杂，所以呢，他会希望让他自己不要再一直那么的局限，或者是说那么就是把他自己关在你们彼此之间回忆的这个小方框里面。哇，
好，那这边的话呢，我们抽到的是圣杯九。好，那圣杯九的话，在这边就意味着说，其实他对于说你们之间这段关系里面，他的期待跟你的期待有点不太一样。那他自己本身还是蛮喜欢他现在的生活中的步调，所以如果说你们希望呢，他可以做点什么样的事情，或者说什么样的改变的话，不得不说，这个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那他还是会先以他个人自己为主，然后当想到你的事情的时候，除了可能会有一些的不甘心，或者说可能会有一些的不甘愿，那他还是会选择去面对，或者说还是会选择他可能的状况。对，好，其实两人会觉得啊，目前看起来这段关系基本上啦，如果说你们是断联中的人，可能要考虑一下。对啊，因为就对方对于你就没有太多的心思在你们身上，无上限想你，有没有？你看这个他的想法上面真的一直不断在变，然后就是有点矛盾。他一下就是在指责你，然后有时候他会觉得他有思念你，然后有时候他又会觉得他自己又有做错什么。没关系，我们来看一下字卡啊，情绪字卡什么样的讯息？想太多，哇！刚一下脑袋空空，现在又想太多，所以呢，他其实也有意识到说，当他对你有感觉，或者说当他去想起你们这段关系、你们之间的这段回忆的时候，他会觉得可能就是他自己想太多，或者是说他觉得这一切是有点不太实际的。所以如果说是无上限想你又加上想太多的话，洋洋会不得不说是。他在看待这段关系的话，他还没有想要认真的意思，他还是会先继续以他目前的思考逻辑，或者是说以他目前现在心中所想的那个方向为主，他比较也不会因为你，然后就做出了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圣杯侍者，好，这个应该是圣杯侍者，对，好。那这边的话呢，其实就意味着说，在彼此间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呢，其实他有点想，就是说，当他想起你的时候，他确实有那种感觉，但其实那种感觉对他来讲，还不是一个他认为可以去好好经营这段关系，或者说去让两个之间在一起的这样子的事情上面，他是比较没有的，也没有把握。然后对这段关系呢，他还是会希望说，可以继续想想看，然后继续观察看看，他还没有准备好。那如果说我们还是非常希望可以跟他在一起的话，会建议你们可能要给对方一点时间，因为目前的他可能在心情上面是比较难以去掌握、去拿捏好。那但他这样这时候就很容易会去判断错误，本身他在对待或者说去看待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他可能需要去留意到，或者说他可能比较缺乏的事情上，对。看起来也是你们这段关系真的是已经认识一段时间了，如果真的也很难不太会是刚认识的。原生家庭的问题，那看来就是他所谓的亲密的关系之中，是真的一定有让他造成一个非常大的伤害。可是这非常大的伤害是在他以他个人为主，并不是在对于你们认知的原生家庭的伤害里面，或说问题里面的那个认知，那是不太一样。就是每个人孩子呢，或者说每个人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存在，然后也是来去磨练的自己。因为如果说当你遇到一些的困难跟比较难以去跨越的事情的时候，那只要你能够去摆脱好，应该说去修炼吗？还是说好好去解决、去面对的话，其实就还是有机会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但是它似乎有一点像是还没有办法把那个伤口给愈合，还是一样就是慢慢的去抚填，或者是说去看待他的伤口。身体发抖，所以当他想起过往的回忆的时候，或者是想起原生家庭所带给他的任何种种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他心里面还是会觉得比较有创伤。
其实原生家庭的问题有时候也不一定是指说家暴啊，有时候可能也是指言语，或者是说冷漠，这都是会有可能的，又或是可能真的原生家庭有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他其实虽然想跟你讲，但是每次他想到时候，他又会觉得心里面不好受，或者是说会认为在关系里面应该不会受到原生家庭的影响，但是殊不知其实根本是有，所以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去跟你开口，其实承认说他的原生家庭是真的有发生一些的状况，那他是不是真的要选择坚持在这段关系的话，很多是不太确定的。魔术师就代表说他在对于说生命中的一个改变，或者说宇宙蜿蜒对他生命里面的事情的话，他会比较没有办法去轻松看待。虽然呢，他也知道说自己的生活、原生家庭里面的事情跟课题，可能是真的有点多，或者是说让他比较难去跨越。但就想到他又要花心思在你这段关系的话，他会认为这件事情是比较困难的，或者是说也是他有点比较不乐见的事情上。对，所以现在他的话看起来似乎更多是他还在默默的观察，默默的努力，然后默默的等待着他或许有一天可以从他原生家庭的问题中走出来。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章。下一章的话，他对你说的是：我们和好吗？那就不知道说，在你们的关系里面，如果你们是断联中的人的话，那就表示意味着呢，对方其实还蛮渴望可以跟你们和好的，然后他也是蛮渴望这段关系可能可以重回到过往，但是，他看起来啦，也还没有所谓太多的行动跟行为，比较多像是会先以他目前的生活啊，或者说以他目前的步调为主，平静。那平静表示说，其实当他去想起你们之间的这个事情的话，他的心思上面也不会有太多的波动，或者是说对于这段关系，如果说你们能够和好的话，或许他就可以重新拿回他自己在对于说这段缘分里面，什么是重要的，然后他能够以什么样的力量继续坚持在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或者说你们之间的这段缘分。权杖王牌，那权杖王牌就意味着说，只要当他能够愿意想清楚了，或者说当他把他自己内在的性格智慧拿回来的话，那么其实他或许就很真的会付出行动，或者说很有可能他就真的会想要尝试看看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那没关系，我们再来抽一张作为最后的结尾，究竟是什么样的事情让他会这么的犹豫不决，要不要复合这件事情上。好，我们这边抽到的是我不会甜言蜜语，就表示说很有可能这个人他的想法上面本身呢是属于比较直的，或者是说他本身呢在看待于这段关系的话，他或许也是比较没办法拉下面子脸来，然后就继续的在你们之间的这段缘分里面。那最后期如果说是断联中的人的话，对方或许也更难不知道该怎么去找你们，那他拉进去等你们，或者是说他要希望可以跟你们有更多互动的话，杨会认为啦，这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上不舒服，所以他会认为说，哇，讲那些甜言蜜语的话，就像是拿一把刀刺在他身上一样，他根本就不敢讲出来。对，所以当你们越希望对方必须要做一些改变的时候，这种情形状况下看来的话是蛮困难的。对，愚者，所以呢意味着说，如果你们真的逼他说出这些可能不是他真正会说的话，或者是说你们会希望他可以为了你们多做点什么的话，那么似乎看起来这段关系就很有可能有一天会走向一个结束的结果。所以其实当我们纵观以上看起来的话，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雅阳会认为啦，他好像其实把你们当作是一种朋友的角色比较多，然后
很想让你知道说他的生活也没有到那么的好过，所以他也希望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不要去影响到他的工作，或者说不要因为你们的情绪就去让他整个心情变不好，然后就不知道该怎么去好好处理人生中他可能必须要去承担的一些的责任。对，所以似乎也可以知道说，这段关系里面呢，可能还是缺乏了蛮多所谓激情的因素，看起来更多就是对方他本身在面对说这段关系，他依然还是想要选择先暂时暂停，然后先暂时让两人之间都抽离在这段关系里面。那究竟他会不会是真的选择离开你们的话，或者是说还是他会选择跟别人在一起的话，这部分都还没有很确定。那至少可以明确知道说他蛮希望你们关系是可以和好如初。那究竟和好如初到什么样的程度，也是要看彼此双方的共识，或者说彼此双方的意见。好，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那如果说对你们有帮助，或者说让你们有所共鸣的话，那请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如果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我们来看到选到中间第二组牌组的朋友，那么先来透过在验证牌地方，你们目前对于他的思念是如何呢？好，那首先我们抽到第一张是宝剑四。那宝剑四的话，看起来目前你对这个人的思念的话，是你敢想啊，你不敢去想，但是又会不自觉的一直去想起来。其实当你们在对于这份感情、这份关系，心中有很多对你们来说是完全没有办法去放下的一个回忆，或者是说跟对方之间的感情的话，其实也不是说一两天或一两个月可以放。其实在这段关系里面，你们付出了非常多你们的真心，或者说你们付出了很多时间，在这份关系里面的话，是会随着跟对方相处的过程里面，你的信任一直不断的被他给消耗，你的耐心一直不断的被他给刺激，或者说你所付出的一切好像总是被他给轻视了。所以你在目前面对说这段关系中的话，你很想要努力，你想要再继续下去，你很想要再继续的付出，可是对方的态度却总是会让你感觉到非常的伤心难过，又或者是说会让你觉得自己一直在付出就很像是一个很可笑的一件事情。所以现在你更希望说是把你自己的力量拿回来，把你的专注力放在你个人的身上。但是你虽然想这么做，或者是说你虽然本身呢是想要去努力看看，但是在对你来说还是容易会去想起这段关系，甚至有的人有的时候会不自觉的心中突然萌生出一种思念的感觉。其实有时候连你自己也不晓得这个是什么样的原因，但是或许也是因为这段关系的不顺遂，或者是这段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才会让你更加的意识到，其实自己好像有点失去了你们原本应该要有的一个性格跟个性，或者是说对待于感情的这个态度。好，我们看下一张，我们今天抽到的是权杖二。好，那权杖二的话呢，就代表说在其实你们是想动，但又不敢去动。那你们其实也是想的比做的还要多。那也是因为对方一直来对你的态度，所以让你觉得比较心灰意冷，或者是说让你觉得心里面是真的蛮受伤的。所以现在你的话也都只能以在原地踏步，或者是说维持在现况的这个状态之下，你也知道说维持在现状才会是一个最好的方式跟局面。就算你真想付出很多，但是对方也不见得会愿意去接纳你，或者说对方也不见得会给予你一些还不错回应。只是当你们没有去做这件事情，或者说你们没有去想要为了他做什么的时候，其实你一直不断去压抑你自己的内心，可是你的内心就一直不断的去想起两人之间过往许多的回忆，或者是说有的人
比较有灵性的话，会有一种预知未来的感觉，你就会看到好像未来我们应该会怎么样。当然，有的人所看到预知未来的话是非常的，跟对方之间的关系是很冷漠的，这个也是有，所以要看你们的状态是什么。因为我们这边是没办法知道说究竟你们跟对方之后的未来的发展，我们只是看两人之间互相的思念的能量。好，我们来看一下第3张。第3张的话，我们抽到的是月亮。那月亮的话，就你看我们这边整个牌面都是非常的阴暗嘛，所以呢，就表示说，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最尤其是在夜晚的时候，或者说在太阳下山之后，你们这份思念，你们会更加的没办法去控制，或者是说你们会容易在昼夜的时候，对，反正就是在晚上的时候，那你们就会特别的需要花很多的精神跟力气，才有办法让你们心思是归于平静的。或许选到这组的有的人，你们本身现在是有在做打坐啊、冥想之类的这些的习惯。那洋洋会希望说你们可以继续的坚持下去，因为选择有打坐冥想方式的话，实际上你们是能够慢慢的拿回你们的专注力跟注意力。首先你们要先放下你们在对说这段关系中的执着，然后你们要明确告诉你们自己，其实在关系里面，如果说真的不属于你的东西，不属于你的人事物，有的时候你再怎么去强求，其实就算真的得到了，你虽然好像会很开心，但如果说对方的心没有在你们身上，宛如就是行尸走肉一般，你们可以想想说，这个真会是你们要的吗？所以看来你们有的时候会有点执着的状况，所以就慢慢的练习，我们不要那么快把对方给放下，可以慢慢的练习，把所谓的专注力拿回来。然后你们这段关系的话，或许在过往或许都是在晚上的一起出游的状况比较多，或者是说一起比较有时间可以聊天，可能都会是在晚上的时候，所以特别是在夜晚的时候，你就会容易去想起这个人，因为那个能量呢，阴性的能量是特别的加重的，也是导致于说让你会不自觉的去睹物思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好，那这边的话，如果说验证牌是有符合到你们在对他的思念是如此的进退两难的话，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好，那么来继续往下看，在今天的话，对方最想对你说的话，我们就会透过用字卡、还有情绪卡以及塔罗牌的方式，那就会来去看看说，究竟为什么对方会对你们讲出这句话的意思。所以今天的话，会比较像是在做解析的感觉，就不会是让大家自己去意会。对，那下个礼拜6的话，就会是纯字卡而已，就不会有任何的解释解析。好，那首先我们第一个抽到的是你只想到你自己。好，那这句话我们就可以再去推断说，或许对方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所以他才会让想要对你说，为什么你只想到你们自己？所以可能是因为在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话，一定是有一件事情是两个人都很重视，那又没有就是说两人之间很重视，可是对于说这段关系这个事情的决定，两个人是不一样的想法，所以他就会觉得你只想要你自己，他也不想退让，那么你也不想退让。那当两人之间都不想退让的时候，确实也是还蛮难可以往前推进的。尴尬，那这情绪的话会让他感觉到非常的尴尬，跟会让他感觉到会有一点不知所措，不知道自己接下来应该要怎么做怎么走才好。那这边尴尬的意思呢，如果说这样子搭配在一起的话，其实也更像是说这段关系，如果说应该说你们这件事情啦，不能讲这段关系，就是说这个部分都一直卡在原地，都一直没有办法向前走的话，那这样子其实对彼此之间会是造成一个没有办法前进，或者是说很大的一个伤害。那特别最后其实如果是在关系里面，对方不想跟你在一起，那你想跟对方在一起，那两之间或许
有的人如果说是远距离的问题的话，那这样就也容易会因为他认为说，为什么不是你来找我？为什么是我要去找你之类的这样子，他就觉得其实这个是一个比较自私的。所以其实在这两个意思搭配起来，就是说，他觉得你的一些的行为跟你的做法是以你自己个人为出发点。而不是你愿意去为了这段关系而做退让。那当然，他所要求你的有可能是以他自己为出发点，他也没有去，就是说关系到你的，没有去思考到你的立场跟你的处境，或者说你这样想的一个原因。那但如果说在对谈感情的这个部分，特别是在关系中的话，其实这就是进入到所谓的死胡同。所以就要看你们自己本身呢，是要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处理、面对或者是解决，这是一个还蛮重要跟需要去思考的这个问题。那如果说是一般的小事情，其实就也还好。那再就是这边有特别提到说，这段关系如果说你们是因为两个人之间的习惯不一样的话，那你要切记，就是如果你是比较爱对方的，你一定要去改变，因为关系的关系的掌控权是在他身上，不是在你身上。除非关系的掌控权是在你身上，那你就可以选择自己不改变，然后让他来改变。所以你要切记呢，去留意这个部分，因为不然之后的话，很容易这段关系有可能，如果说没有处理好的话，后面应该有很大的几率有一天会分手，或者说有一天会分开。圣杯六。好，圣杯六的话有非常大意思，就是说很有可能是在讲关系里面的两个人的期待不一样。例如说，就刚刚前面提到的，对方不喜欢你，那你喜欢他，或者是说他喜欢你，但你不喜欢他，也是一样的意思。那就是说，关系里面中的话，两个人的期待是不同的。那当两个人关系期待不同，或者是说希望进展的方式不一样的话，这样关系看起来好像有很高的几率呢，就是会结束掉。对，就是等到彼此双方都到达一个疲倦的感觉的时候，就容易会让这段关系进入到休止的状态，或者说会让这段关系进入到没有办法再继续往下走，一定会有其中一个人选择去主动断开这段关系，是你或者是他，就是在最后真的应该说是对这段关系已经到达了容忍的临界点的时候，所以你们一定要非常注意跟小心。然后就是因为这段关系里面看起来啦，对方应该也是还蛮在乎你的，所以他也不是那么愿意想要去容易放下对说这段关系中的执着。好，下一个，就算没人为你鼓掌，也希望你坚持下去。好，那这句话呢，也可以看起来是说关系里面的话，不得不说，如果说你们现在是问已经有在联系中的人的话，你们要留意，就是对方已经开始有考虑要去离开你们这段关系了，因为他看起来就是想要放你在旁边，他要自己往前走，或者说要自己去离开。那如果说你们是本来断联中的人的话，那看起来就是对方对说他要回到你们这段关系的这个意愿的程度其实非常的低，所以你们要稍微留意一下，就是这看起来就是他让你自己一个人去面对生活周遭的所有任何大大小小事情，他就没有想要去一起帮你加油打气，或者说没有想要为你鼓掌，没有想要去帮你，就是说没有想要站在你的立场去为你做加油，或者说给予你更多的鼓舞。因为你们这边的话一定是问你们很在意的人，但是当你们来问很在意的人，却出现这一种好像只想把你们放在一旁那种冷落的状态的牌卡的时候，那分开的几率就会非常的高。恶心的话，这边的话大概分两种意思。首先，第一个是可能你的状态、你生活周遭的事情、环境所带给予你的影响，所带给予你的这些挫折，他会觉得那些的环境里面是非常的让人觉得不舒服的，或者是说是让他觉得非常的厌恶，所以他也是蛮心疼你们在这样的环境，或者是说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
走了那么长远的路，或者说你们必须要在这样子充满淤泥啊、污秽的环境下继续不断努力的下去，其实他心里面呢也算是还蛮心疼你们的。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就表示说，在对于你们这段关系里面中，你的坚持会让他觉得非常的不舒服。对，可能这听起来有点蛮伤人的，可是洋也必须要诚实的让大家说，对，洋的频道呢，好会讲的很，就是会讲出来，但是不好的也会讲，不会过度的，不想要再过度的包装，因为洋发现还蛮多人希望听真话，对，所以在这边的话，不得不说，对于这个人来讲，你们这段关系中的一个坚持下去，其实是没有那么多的意义，所以要看说你们是属于哪一种。那如果说两者都有的话，其实另外含义就是这个人他蛮敬佩你们的，可是他再怎么敬佩你们，他对你们就还是没有喜欢的感觉。对，就是通常会让你们自己一个人去面对自己的事情。好，非常抱歉，因为洋的声音呢，最近应该是影片拍的比较多，所以就开始出现这种声音有点好像需要去保养的状态了。对，所以之后会去找一些保养声音的东西。如果说大家有可以推荐的话，欢迎在下面留言推荐给洋，让洋可以尽可能在北部有的，因为洋的生活圈是在大台北地区。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抽到的字卡，这句话抽见的是吊人。吊人的话就会意味着说，其实在你们目前的这段关系里面的话，洋会认为比较多有可能是在讲对他有点烦了，就是说在讲你们这段关系里面呢，他是字卡在讲你们目前这段关系，其实对方他一直没办法给予你们承诺。或者是说他一直没有让你们这段关系往下走的原因呢，就是在于说他还没有想要去做决定，或者是说他对这段关系其实他还没有太多的想法跟思考，想要继续的坚持在你们之间的这段缘分，所以反而会希望说，这段关系如果你们真的没有到说非对方不可的话，其实可以慢慢的去抽离一下对说这段关系中的一个坚持，但如果这段关系对方可能他会有点舍不得你离开，所以当对方有点装可怜，或者是说他有点情绪勒索你们的话，会建议你们一定要理智一点，慢慢的跟对方拉开距离，然后尽可能的不要一直受到对方情绪上的影响跟控制，因为看起来啦，对方好像因为把你们看得很重要，所以就容易会希望把你们绑在他身边，但他又不想给你们承诺，这是一件让人觉得比较不舒服的事情，也是不希望大家都发生的事，所以洋会希望说大家要思考一下，对。所以呢，也可以明确知道说，对于这个人来看，他希望你可以为他着想，但是又希望你可以坚持你可以继续陪在他身边，就是一个非常让人觉得蛮自私的一个人。好，有些事你现在不必问。有的人的话，我们看一下，感觉这一组大部分来说都是在问断联的人比较多。那如果说你们是断联中的人的话，他就想告诉你们说，现在断联的这段期间，你不要来烦我的意思。他断联一定有他的原因，是他也不想跟你们讲，也不想让你们知道的。然后第二个解释就是，如果说你们现在是都有互相在见面联络的人，那有些事情一定是你有发现到，你觉得怪怪的。然后他有一点隐藏起来，他不愿意说。其实通常抽到这个字卡，对方不愿意说的原因，他是在于，这件事情是他内心里面最深层的秘密。那第二个解释，就是在关系之中，
他觉得跟你讲你没办法接受，是你没办法理解，你没办法认同，你没办法站在他的立场跟他一起去思考这件事情的状态，或者说这件事情的结果，所以他觉得跟你说这件事情的话其实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也因此看出来说这段关系他有很多的秘密是没跟你讲，所以建议你们如果说是已经还在关系中的人，还是有在跟对方联络交流的话，这个人不管再怎么逼他，基本上呢，他就是都不为所动。你们反而顺着他，或者说就让他自己去处理他的事情，他反而会愿意让你们更加的靠近他。因为这个人他是逼不得的，所以像断联中的人，你每天一直去想办法问他，去调查他的资料。如果说在他不知道他被你调查这件事情，就也还好。但如果说他一旦知道你有在默默偷偷的调查他，那不得不说他会觉得你这个人呢，会让他觉得有点不舒服。对，所以你们可能还是要稍微思考，或者说想一下，要稍微留意一下这个人。他在做很多事情，或者说在面对于你们这段关系的话，他是以他自己为出发点，反而比较不会去考量到你的感受跟你的心情。他会想会感受，或者是说会去做调整，那只在敷衍你而已，或者是说，他还没有发现到他是对你的感觉其实没有到那么的多。对，其实很多事情是应该说，关系就算原本感情非常的好，也是很容易会因为生活中的摩擦，或者说会有一些的不爽快、不舒适，慢慢的去消磨掉。所以你们要稍微留意一下。凄凉，所以就意味着说这段关系呢，演员还是觉得断联中的人比较有可能会抽到这一组。如果断联中人抽到这一组的话，其实他就对于说这段关系目前状态，他会觉得很心寒呐。杨会认为说凄凉更加像是一个心寒的含义。那如果说你们是在关系中的人，或者说一直都有在联络的话，那就表示说，其实在目前的这个缘分里面，意味着说，对方他觉得现在关系会走到可能没有那么的好的状态，他会觉得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或者是说你们很确定跟对方都是有在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就表示他会认为这些事情没有办法跟你说，是一件让他觉得蛮惋惜、蛮可惜的这个状态，这个的感受。好，那我们抽到的是宝剑王牌。那当宝剑王牌出现到这边的话，就表示你们要更加小心跟留意了。这段关系接下来的走向的话，很有可能会不是你们所希望的。稳定交往中的人，可能后面呢，对方对你的态度会开始变得越来越冷漠，然后可能会开始跟你们讲出一些讨论啦，应该说会跟你们讨论，并不是你们想要听的话，或是你们可能比较没办法接受的事。那如果说是暧昧中的人的话，就表示这段关系里面呢，接下来对方可能会开始慢慢的拉开跟你们之间的距离，然后对方可能有考虑其他的人，然后如果说你们是断联中的人的话，对方应该有可能会继续坚持在不想要恢复联系的这个状态，所以主要还是要看说你们是属于哪一种的状况，我们就主要是分有联系跟没有联系跟交往中，这样子应该就会范围就会比较缩小，让大家比较不用去猜。对，少联络那当然就更明显，就是对方接下来他会越来越没有跟你联络，或者是说他希望可以从你们身上得到一些他所想要的利益之后，你们就被他给抛诸在脑后了。对，然后如果说你们是碰到可能是诈骗的人的话，你们要小心，就是对方可能之后面他会继续跟你们搪塞啊，或者说跟你们说一些花言巧语，跟一些的甜言蜜语，然后就跟你讲说他有很多的不得已，然后继续从我们身上去捞取更多的钱财，所以要稍微留意一下。所以看起来呢，选到这组的你们目前看起来有点不太好。我的内心很封闭。看起来呢，这个人呢，他可能在情绪或者是说思考上面，是真的会让人觉得很难以去接近，或者是说
比较不好去靠近。那也可以意味着说，他有一点去拒绝跟你们沟通，但是我的内心很封闭，是他对你说的话嘛，也并不代表说他对别人也是讲同样的话，有可能他对别人是侃侃而谈，或者是说他面对可能他觉得是很重要的人的时候，那么他就会想要去跟他们多说一点，然后对你可能就不会说太多，就是蛮傻眼的一件事。好，情绪字卡是开心，你们看有没有？就表示呢，这个人如果说你们愿意去体谅他，你们愿意去相信他，他的内心是很封闭，然后他没有办法好好的跟你们沟通，你们也愿意去体谅他，然后跟他少联系的话，他会觉得哇太棒了，少了一个可能可以来干扰自己啊，或者说少了一个会一直要求自己可能要怎么做，或者说一直来吵自己的一个人，所以呢，就很明显就说这个人其实他是有一点像是刻意的在跟你们保持一个适当距离，然后会尽可能找一些很多的理由跟借口，让你们呢，让他可以一个人好好的静一静。可是有的时候也并不是说他真的一定这么做，有的大部分来说可能是一个潜意识的行为，因为他认为两之间就是一个没有到那么要好，或者说他就是没有很喜欢你们，那你们又一直不断的去强求，一直不断的去希望他可以多做点什么的时候，那其实这个对他来讲就会是一个还蛮伤害他的，就是会让他觉得还蛮疲累的，因为他还要花时间去考虑到你们的心情，还要花时间去顾及到你们的心思，还要花时间去了解到你们现在心理的状态，去考量到，但是他就没有那么的喜欢你们，他就会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的痛苦。所以只要当你们愿意去体谅他，愿意跟他保持距离，或者说愿意去离开他，哇，他觉得哇超开心的。好，那我们看到抽到的是宝剑五，那宝剑五呢，就意味着说，其实在你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表示说对方除了他会有点舍不得你们这段关系，你们这个人，就是刚刚我们前面好像抽到的有一个字卡，就有提到说，其实对方他本身还是会希望你们可以待在他身边，但是他不想要对你们付出任何的责任，或者是说他也不会想要去顾及到你们的心情，他只想要做他自己。那当你们有点疏远他的时候，他又会觉得为什么你不理我？但是当你们又靠他很近的时候，他会觉得你为什么要靠我这么近？这个人就是会让人觉得像拿个什么东西好好的往他的脸上丢这样子。所以呢，很明显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人他是属于真的比较自我的一个人。那当然有可能是因为他除了不想跟你谈恋爱之外，那或许有可能意味着说，你们这段关系，你们这个人可能差距本身也很大。跟他的所谓心中的条件差距很大，所以他或许也会是那一种连考虑都不考虑的。我们等一下再看后面字卡有没有可能，因为洋洋目前看起来这些的牌面上意思的话，有很大的几率就是这个人他蛮容易会跟别人交往在一起，会交朋友，但是他会认为所谓的交往只是大家是以更亲密的方式去交朋友，但是却不见得会想要走得更长远，比较多像是一种比较的心态。我们这个只是洋洋个人的推测，就是从目前的字卡上来看的话，他应该是属于这种性格的人，但因为来看这支影片的人可能有1-2千个人，所以也不可能1-2千个人都是在同样的情形，所以我们等一下再来看更多的资讯。无上限想你，好，那无上限想你的话呢，就表示其实这个人他对于说你们这段关系、这段缘分，他还是非常的重视。他其实也是还蛮在乎你们的，只是可能这个人他在对说你们之间的，这个缘分的话，只有当分开的时候，可能他才会特别的想到你们。但如果说当你们又靠很近的时候，他应该就会跟你们想要保持距离。所以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个人依然就是很自私。因为如果说我们平常都有在见面，那前面又怎么会说我很想你这种事情？对啊，看起来就是他不想要去面对说你们这段关系。勇敢，好，原来还是不得不说，看起来像是断联中的人。
如果说你们是断联中的人的话，又抽到这样的牌，通常就意味着说，对方他想好好的去面对他很想你这件事情，但是当勇敢去面对，他却没有想去付出任何的行动，这是一个勇敢在这边的一个含义。那如果说你们是在都有关系中的人的话，就是都一直有在保持联络，或者说你们在交往中的人的话，那意味着说，其实对方他有一点放不下，或者是说他有点在深思熟虑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对他来讲的那个意义，还有那个定位到底是什么。可是他现在还在思考这个定位跟意义，所以你要他付出行动吗？没有。虽然在讲勇敢，但勇敢更多是他自己内心里面的一些的思索的想法上，或者是说那种预期的心理，反而不是说所谓行动上不，因为我们的字卡它跟行动无关。那勇敢呢，它虽然跟行动好像有关系，但是更多是要拿出所谓个人的一个力量在，一个内在的力量。好，我们这边抽到的是权杖四。好，那这边权杖四的话呢，就很明显可以知道说，他希望透过你们两个之间可能现在的这个状态，关系的状态之下，他会重新的去思考说，究竟你们对他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定位，但是已经可以很明显的确定知道说，对他来讲，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他没有想要去付出任何的努力。那只是如果我们目前关系是属于在一个都有联系啊，或者说可能也没有大吵大闹，就只是很一般普通的来看到这支影片的话，可能这个人他开始会考虑让这段关系永远都维持在这样的一个水平之下，水平的标准。那如果说当你们要付出更多行动的时候，其实他就会觉得很不舒服，或者是说他就会觉得很痛苦，对。所以会希望说这段关系中的你们可能可以再思考一下啦，对。那如果说你们是断联中的人的话呢，那就真的你们不用去思考，可能对方会在这段期间去稍微想一下说他有多在乎你们。那如果说真的很幸运，对方他在跟你们没有联系这段期间，他发现到说他自己是很喜欢你们的话，那可能就会回来找你们。可是我们要看等下后面的其他的字卡才会知道，因为目前看起来没有这方面的一个资讯在。然后再就是这段关系之中的话，目前看起来啊，还是会建议你们要稍微保持一点理智，因为对方他就是会以比较他自己为主，对。其实雅人会觉得说，如果有字卡跟情绪跟塔罗，会更加的去精准的看出说这个人他内心中的一个状态，因为人心的情感是很有层次的，包含你们自己也是一样。对，那但有的少部分人其实情绪上面会比较爽快一点，或者是说会比较没有想那么多，但是刚刚你们喜欢这个人，他的情绪中的起伏是比较有层次，或者是说是有更多一些内在的个人心理的小剧场。所以会希望说你们可能可以再多给自己一点时间，重新去思考一下这段关系对你们来说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停止你认为的付出。哇，好，真的是有点让人觉得吓到。好，那就表示说在这个缘分里面中的你们呢，对方好像其实还蛮希望说你们这段关系之中的话，尽可能的不要做太多让他觉得比较是你认为是好的事情。就是说在这里的话，蛮明显就知道说，其实这个人你们给他那么多，他可能只要里面的10%而已，你们付出了100%，他只想要10%，所以你们就是用一个错误的方式跟对方相处。但你们可能会认为，我喜欢他，我当然把我最好拥有的一切都给他，就是要让他感受到我的用心，或者说让他变得跟我一样好。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装睡的人是永远叫不醒，所以你们一直不断去把他叫醒，一直不断去给他，但是他就是不想。那当他越不想的时候，他反而就会有一种抵触的心态，所以呢，反而会让你们对说，这段关系为什么会一直都没有办法前进的原因，就是在这里，对方的想法上
或者是说对方的感受上面，就是真的会比较以他个人的感觉为主。其实就像是你们小时候，如果说你们的亲人们一直把好的东西给你们，会觉得很有压力，或者说学校的老师一个人说啊，你们就是不要玩，那以后就是好好的努力，那为你的人生才会变得更好。那像那种不爱读书的人，就会觉得说很痛苦，因为你就是不喜欢读书啊，就是你知道会变得更好，但是你就看不到未来。那你就会觉得老师讲这些话的话，就是耳边风一样，就类似像这种意思。你们可以用很多的情境去带入，去回想一下你们当时的感受，就是现在对方他在面对于你们的感觉跟感受。领悟，领悟的话就意味着说，其实对方他现在心里面他非常肯定，他就这么想的。所以呢，当你们越想努力的去展现、去改变你们自己，反而会让这段关系变得更加的尴尬，或者说会让这段关系变得不好。如果说当你们愿意停止下你们的付出，拉开一点距离的话，其实反而会是最好的，而不是你们换另外一种方式，换另外一种方式去付出，对他来说是一样的。对，所以领悟在这边意味说，他现在已经非常肯定，也非常确定说你有点烦人。对，直白一点，伤人一点，就是你很烦。所以就看你们自己愿不愿意去调整一下你们的方式。钱币骑士。那钱币骑士的话，就表示说，对他来讲的话，这段关系里面中，他也没有想说要真的断联啦，还没有到那么快。但是他希望说，两人之间可能对说这段关系中的一个期待的话，是可以慢慢来，可以慢慢的走，不要那么的快，一定要朝什么方向前进啊，或者说朝什么方向走，因为这对他来讲的话，会是算另外一种的压力。对，因为他其实本身也不太希望说这段关系中的你们是太过于极度的要求说他要怎么做才好。所以无论说你这段关系到底认识了多久，那不得不讲，当这3张牌出现的时候，对方对你就是真的还没有感情。其实会希望说这段关系、这段友谊，然后这段缘分是可以持续长久的持续下去。那如果说当你们太急着要对方给予你们承诺的话，也必须说是他可能真的也还没有准备好。那也可以说是他就是没有很喜欢你们。那你要他怎么去给予你们承诺？那如果说你们是断联中的人的话，可能就停止传讯息，或者是说不要一直去打听他的事情，或者说也不要去看他的任何的东西。那他希望先让他自己一个人可以好好去过他所想要的生活，自由自在。你看，马上又抽到这种很伤人的话好，自由自在呢，就表示说他会希望他自己的生活是能够平稳下去的，或者是说他也不想被任何人管，特别是针对你，他希望他可以过他自己想过的生活，希望可以让你们尊重他的这样子的目前的状态。对，脑袋空白。好，脑袋空白的话，这边就意味着说，在这段关系、这段缘分的你们，其实对方他还是会想要好好的过他自己认为是好的生活。所以关系里面看起来，你们现在所希望的关系中的发展程度，两个人之间的想法上面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可能还是会建议你们说，要用一种比较客观的态度去面对。但是看起来其实选到这组的你们蛮难的，很难用客观态度去面对，因为就意味着说关系中的话，你可能会跟原本你们所期待的会有一个很大的落差。钱币3，那钱币3就在这边就意味着说，其实这段关系中的你们一定要跟对方保持在最基本的能够做，就是保持在一个自己的最好的那个时刻，或者是说他会希望让你们大家之间的关系里面可以保持在一个和平的状态，然后让两个人的关系是能够继续的相处下去。对，
就是说，你看这边就是一个人他拿着3个钱币，跟我们原本所认知的韦特的钱币3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他希望说2个人之间一定要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那在一个完美的距离之下，其实彼此之间都不会有不好的相处的方式，或者说也不会造成关系中的一些的摩擦。所以那这样的话，反而可以让关系走得更长远、更长久。好。其实他就希望说你们要想清楚啦，就是不要把那么多的心思执着在他身上，因为他也觉得你执着在他身上，但他没办法给予你们付出，他会觉得心里蛮不是滋味的，然后也会觉得你们真的很烦，但是他又很想跟你们当朋友，对，所以也是蛮那个。我曾经爱过你，所以看就是其实这个人他曾经是真的有考虑过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考虑过你们这个人，但或许就是因为你们相处的方式不对，或者说你们付出了太多，你们自以为是的付出相处的方式，自以为的方法，所以呢，他就会认为说这段关系并不是适合在你们，或者说可能不适合他的人生，不适合他的个性。其实说他的对于你的感觉是慢慢的被消磨殆尽，而且是被你个人消磨殆尽，并不是他做了什么。我们就是先撇除掉他可能本来对说你们这段关系中的一些个人的认知，或者说你们一些个人的想法在，那一定就是他有做过退让，但是你们好像有点没发现到他的退让，然后就一直不断的火上浇油，或者是说一直不断有点在数落他的感觉，所以他有时候就觉得他的自尊心实际上啦是有一点被你给践踏的感觉，激动。那激动就表示说，当他决定可能去抽离对于你的情感的时候，其实他心里面是有百般的不舍，或者是说他心里面是有很多他不希望所面对到的这个状况，所以呢就蛮明显知道说对他来讲的话，这段关系中的一个熟悉或者说已经习惯的这样的方式就这样子没有了，对你不好，对他也难过，所以他就会觉得情绪上面的话也没有到那么的好掌控，所以看起来他也算是一种深思熟虑的这样的一个性格，或者说面对说你们之间的这段感情。钱币10，好，那这边钱币10的话呢，就意味着说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可能跟工作或者说可能跟钱财或者说相处的时间的长短会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或者是说会是在这段关系里面一个问题的症结点。那如果说你们确定都没有的话，那就表示说他觉得要去抽离对于说这段关系中的习惯的话，他会蛮痛苦的，然后他也会觉得如果说真的抽离的话，就仿佛好像他失去所有的一切。所以看起来也可以知道说，至少你们在对方心里面的话，曾经是非常重要，曾经是很慎重的去考虑着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但可能就是真的两人之间在相处上面是有一些很大的摩擦，或者是说那种期待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才会让他对说这段关系是如此的没有办法好好的去面对，或者是说是没有办法好好的去经营下去。我伤得很重。好，那就意味着说，其实他对他自己目前这样决定的话，他还没有办法完全走出来。那也明确的知道说，确实他还是非常的想念着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那也还是常常会去想起你们。只是对他来讲说，要去以平常心看待你，或者说你们这段关系，或者说你们这段关系相处的方式的话，对他来讲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他还是会很希望两个人是可以往好的方向走。对，那至少应该说无论他现在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决定，就可以也明确的知道说，对他来讲这段关系里面中的你们他付出行动几率真的很低，他现在可能会比较多的是注意力是在他自己个人的身上。
糟透了。那糟透的话，就表示说他觉得他目前这个状态是真的很糟糕，或者是说也是他可能原本就是预期，或者说可能就是已经有知道的。可是就算他知道他已经预期好，那是真的要做决定的话，他也是没有办法好好的去以平常心看待。对，那其实也有可能是因为你们过往真的有去做一些的事情，让他觉得很受伤，但是你们自己本身可能会有点没有发现到，可能不经意讲出一句话，不经意的做出一件事，或者是说不经意的做了什么，其实真的有去伤到他。然后特别是在你们可能现在他一个人的时候啊，或者说可能比较没有联系的时候，或者是他自己一个人生活的时候，就容易会去想到这些的一切，他觉得很痛苦。战车，那战车的话，就意味着说，其实，在你们之间的这段缘分、这段关系里面呢，自己应该说他自己，其实会先以他自己目前的生活状况为主，他会先把自己的力量拿回来，或者说会去先以他自己现在所希望的生活中的步调走，他反而没有那么渴求的、那么迫切希望去改变你们目前关系中的状态，所以就意味着，其实这个人他现在还是会依然的以他个人为主，以他个人为重，比较难以去看清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所带给予他来说是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对，所以特别如果说你们是问断联中的人的话，不得不说，这个人如果在最近他应该不会回来。对，会希望说你们可以好好的去思考一下，究竟这段关系对你们来讲的意义跟存在到底是什么？有可能就是真的也不适合彼此，你们心里也很清楚、很知道。可以不要再提了吗？可以不要再提了吗？这个有可能，第一个是，如果说你们本来就是有在生活中认识的状态之下的话，那其实这段关系，他希望呢，你可以稍微调整一下你的脚步，然后不要一直去重提相同的问题，或者是说一直去问他重复同样的事情，他会觉得还蛮烦的。那如果说是断联中的人的话，首先第一个是，你们不要再一直传讯息给他，然后也都不要一直去看他的动态，也不要去按他的赞，先让两个之间先暂时抽离一点。那如果说你们都没有任何对方的音讯的话呢，那就只是他个人心里面有点想太多了。对，所以会建议说，其实有时候也真的不见得是你们真的做了什么事情，是他个人自己的问题。悲伤，那悲伤就表示说，其他在对于说这段关系的话，你们之间的这个人缘分，他自己心里面有一些可能比较难以去跨越的人生中的课题，或者说情绪上面跨越不住。对，所以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力量，所以这力量就很明显可以知道说，对于这段关系的话，他很努力的想要去拉回他自己，然后他也觉得你们之间的这段缘分，你可以先给他一点时间，让他去理清一下。那如果说你们是没办法给他时间，那你们也担心有一天会被他给抛弃的话，或许你们可以先选择是你们先抛弃他，或者你们先离开这段关系，还不要那么快的去进入你们之间的这段缘分。因为当进入进去，或者说当你们继续坚持这段关系的话，其实对你们双方之间都会是一个比较不好的局面，因为你们自己也把你们心情把它给你们被他给绑住，然后关系上面又没办法进展，那你们自己也很渴望拥有一段属于你们的感情，除非你们真的非他不可，那你们当然可以选择继续去等待。但如果说你们是渴望有一段属于你们自己的感情的话，千万记得做你们自己想要做的事，去谈你们想要谈恋爱，去找适合你们的人，先放下你们的执着，因为看起来你们是有执着在这里，就算你们真的付很多的钱很多的时间，可是对方就是不想，那你们不管再怎么逼他都没有用，伤害终究是你们，因为主控权在他身上。希望好聚好散，所以表示说对他来讲的话，这段关系之中的你们答案已经出现了，因为这已经是最后一章了啦。洋洋就是设定这一次就是有10张的字卡，对，所以呢，他就是会希望说，这段关系如果说还在关系中的你们要留意一下，他已经有出现这种想法的话，就表示他有
别的就是说他有别的打算了。对，那如果说是断联中的人，对方回来几率也非常的低。那如果说是暧昧中的人的话，对方接下来呢，他就会开始有做出一些拉开距离的行动。哇，同样的话也一直不断讲，你看从前面讲到后面都是讲同样的话。触动，好，触动表示说呢，很有可能啦，这个人他最近或者说他应该是有其他的对象了，这个几率非常的高。那如果说没有的话，就表示说或许有其他的事情是更让他有注意力，他就没有办法去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可是我会觉得有8%到9%的几率。8到9成的几率是这个人他有其他的对象了，他有其他让他觉得更好的人，或者说他更喜欢的那个类型的人，所以他就会有点想要去离开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所以你们要小心一点。好，不太好，完蛋了。好，愚者，那愚者就表示说，接下来对方他会不在你的关系里面做出任何的行为跟行动了，他开始就会让两人之间的距离开始慢慢的拉远，然后让你会开始感受不到他的努力，然后你付出再怎么多，对方给予你的回应跟回报，终究是只有那么的一点点。对，所以会希望说，选到这组的你们好好的思考一下，因为今天的牌第2组真的还蛮糟的，可是就看你们自己要怎么去决定这段关系要怎么走，由你们自己去判定。对，如果说你们真的非这个人不可，你可以选择继续坚持下去。没有关系，但如果说你们是想要渴望一段拥有你们的感情，你们可以慢慢来，慢慢去放下。但你们要千万记得，你们对这人是有一个莫名其妙的执着，你要先去意识到这个执着，你才有办法去，你要先克服这个执着，你们才有办法改变你们自己可能对说这段关系中的一些没办法放下的事情。好，那这些话呢，就是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那如果说对你们有帮助，或者说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如果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账户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右边第3组牌组的朋友，那么在验证牌地方，我们来看一下。在你对于说这个人的思念是什么？是什么样子？好，首先我们抽到的第1张是权杖骑士，是一只很可爱的兔子。好，那这话看起来就似乎在关系里面的话，看起来其实你们对这个人现在相处的时间，或者说真的相处的频率，跟以往来说真的减少了非常的多，所以才会让你们现在在对于这段关系的话，你们会希望可以赶快见得到对方，或者说你们会希望可以跟对方之间有更多的互动的机会，或者是你们会蛮渴望可以去明白知道说对方到底对你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思，或者是说是什么样的心意。那这段关系的话，有可能是因为对方现在对于你的态度，有的时候会比较冷淡，但有时候也会蛮热切的，就是那种忽冷忽热的感觉，会让你们觉得对这段关系，你想放下，又会觉得舍不，就是会觉得好像又是自己想太多。那每次当你觉得自己好像又付出太多的时候，对方好像又开始对你非常好，所以你常常会觉得说，这段关系就仿佛是在过那种猫捉老鼠，或者说像那种捉迷藏的感觉，想要前进又没办法前进，想后退的话，对方又开始会想要把你给抓住。所以其实看起来说，在这段关系里面，你们经常会觉得有希望的。其实大部分来说，你们现在抽到这边的话，你们应该是觉得还是自己的关系是有希望，是有这个可能性，所以你们还是会希望可以多为了这段关系多做点什么，或者说为了这段关系你们可以多努力点什么，或许一切就会有不一样的这个机会，或者是就会有不一样的可能性。然后再来就是有可能接触的你们可能对这段关系的执着的程度也比较高，或许你们会认为自己做了什么，或者说自己为了对方努力点什么的话，有可能一切就会变得不太一样。第2张，我们这边抽到的是权杖9。那权杖9的话，就代表说，其实这段关系里面
应该是受挫的几率比较高。对，就是你们会认为说自己所付出的这么多，对方是不是不知道你的心意，还是说对方是不是有一点没有察觉到你其实很痛苦，但是他可能想为了你们做点什么。也就是说，你们对这个人对这段关系里面有很多自己的想法跟很多自己的想象。也总而言之，就是你们并不想那么轻易的去放开掉这段关系，你们会认为这段关系其实是还是蛮有机会的，并且呢，就算可能身边很多人都跟你们讲，这段关系不好啊，或者说你们可能原本自己的判断也觉得这段关系不太有可能，可是又会总是认为说对方的付出，或者说对方跟你相处过程里面，好像仿佛一切都是有机会的，就是对你们来说，这一切都是有可能性的，所以在关系里面，你们也会想要继续的坚持，只是你们有时候经常会觉得心有点累，然后要不要放弃，你们其实也不断的一直在你们的脑海里面都有这些的问题，或者说都有这些的疑问点，就是会想要知道说，如果说你去继续坚持，或者说你继续为了这个人做什么，会不会就有可能对方会回心转意的几率会比较高？对不起，有点大舌头。那就是在关系里面的话，其实你们在等待一个曙光的机会，或者说等待一个对方他愿意接受你的这个可能性。那当然有可能有一部分是你们有透过你们的信仰去询问过，那只是可能现在是在一个比较低迷的时段，那或许你们会认为只要等过了这个时段之后，一切就是会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或者是机会。好，那我们再来就抽到的是钱币2。那钱币的话，就是目前你们现在关系的状态的话，无论说是怎么样，你就是试着让这段关系顺其自然，或者说你就试着让自己不要总是被对方的情绪牵着走。所以这个算是一个还蛮不错的，因为在关系之中的你们的话，或许也是因为你们的本身想法上面是比较理智的，或者说你们现在还没有到最绝望的时候，所以你们的情绪是比较能够去掌控的好，或者是说你们比较能够去拿捏的好自己应该到底要如何去处理你们之间的这一段的缘分，才是最好的方法。那再就是有可能关系里面的话，对方所给予你的一些的回应跟回馈，基本上是有达到最标准的一个状态，所以你们也不会那么容易的去让自己的心情变得比较糟糕，因为对方都还是你还是会感觉到对方是有愿意花时间去跟你交流、跟你相处，然后你们本身现在也觉得自己好像应该要体谅对方，可能工作很忙，或者说他可能真的生活真的过得很累，所以才会没有办法兼顾到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或者说他会没有办法顾及到你的一个情绪，或者说你的心理的状态。所以看起来15选到这组的你们，以验证牌来说的话，意味着说现在你们其实心里面的压力，或者说心情里面的不好的感受很多，那你们也想为这段关系做点什么，付出点什么样的努力，但是很明显就是对方他可能在态度上面会让你感觉到比较心寒，或者是会让你感觉比较不知道到底该如何跟这个人相处才比较好。看起来你是想要再继续等下去看看的，这个机会的几率是比较高的。好，那的话，如果说验证牌是有符合到你们目前对说这段关系中的思念的话，那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好，那洋洋就先把牌收起来。好，那这次的话，我们就透过字卡的方式来去看一下，那对方的话，他对你想讲出的话是什么，以及他讲出这些话的他情绪是在什么样子，还有我们再透过塔罗牌方式去多做解析。好，那洋洋来为大家看一下，首先我们抽到第一张。无话可说，这张好像在第一组有出现过。好，那无话可说的话呢，就代表说，其实对方他目前面对于你的话，应该是不太想要解释，或者是说对他来讲，可能也没有太多的心思心绪想要去跟你解释这些他个人目前现在的状况。另外一个方面也可以说是他连找借口的想法也都没有。那如果说不想找借口，这个想法都没有的话，请你们自己去判定，究竟你们对他可能是在讲什么样的
面对什么样的状况，所以他才会想要对你们讲出这些的话。因为看起来的话，其实这个他应该是有想要试着去跟你们沟通。那可能你们要沟通的这件事情的话，对彼此双方来说，或许都是一个没有共识，或者是说比较没有共鸣的一件事，所以才会让他觉得说跟你之间的话已经没有太多可能可以去解释的地方，或者说他解释你会认为那是一个借口跟理由，又或者是他也会担心说他如果多说什么多做什么，是不是也会造成关系里面更多的误会，或者是会让关系里面变得比较尴尬一点，所以就会导致于说让你们两个之间在这一段的缘分里面的话，对方目前面对于你，他会比较有点像是个人是有所保留，那你们情绪之卡是激动，所以要看看说有没有可能你们之间是有吵架，还是说是有因为一些的事情的状况。那如果说你们非常确定都没有的话，就表示他现在生活里面呢是已经有发生了一些的事情，然后影响到他的心情。那当影响到他的心情的时候，理所当然的他就也不会有办法去花时间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可是当他没有办法花时间在你们这段关系之中的话，对于你来说，就会觉得这个人比较有点冷漠，或者是说会觉得这个人好像不太好靠近，比较不知道说到底他真正在想的是什么。那再就是这个人的话，有很高的可能性，就是目前的他或许会比较是把你们放在一旁啦，他就是也不会想要去多做点什么。那你们可能要稍微最近要留意一下，说对方最近对你态度的话，是不是真的有稍微比较冷漠一点？但我们也还不用想太多。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塔罗要给予你们的补充的讯息是什么？好，就是一样，刚刚的牌掉到地上去了。好，那这边的话，我们抽到的是宝剑2。那宝剑的话，就表示说，有可能他现在目前生活中有另外一件事情去影响到他的想法上，或者是说影响到他的情绪，或者是说去占住了他原本生活中的一个重心。那就是说他必须要在你的关系跟你之间的关系，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或者是说好，不要让大家有太多曲解的意思，因为其实宝剑另外含义，那特别在这边的话，也是有可能是在讲说有另外一个人，也是有这个可能性，就是说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去做那种叫什么抉择，那可能现在抉择不出来，就看你们个人的状况。如果说你们知道对方确定是有人的话，那就在讲这件事。那如果说你们确定对方就是没有人，或者说你们也不晓得对方有没有人的话，那你们就把它想成是说对方会想在你跟你之间的关系，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上面的话，他必须要去做个抉择，或者说他可能必须要去做思考，究竟他应该要怎么去处理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才会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对，所以他可能自己本身啦，也是蛮在乎或者说蛮重视于你们，所以他才会这么的害怕，或者是说恐惧。因为如果说激动的情绪之下又无话可说，就表示他会有一种有人是可能被冤枉的感觉，就是有点恐惧、害怕，还有一个词汇突然忘记了，对，就是他会没有办法用坦然心态去面对，对，所以就看你们自己。因为对方的话，你要说他到底后面会不会说，杨觉不会耶，他就是会继续就维持在这样的状态，就是他觉得反正跟你讲你也没办法接受，当初没办法接受，现在应该也没办法接受，未来更不可能会接受，所以呢，他就宁可会跟他自己去消化这些的事情，无法抗拒你。好，那就表示说，其实你们本身这个人的性格特质跟荷尔蒙是能够吸引得到他的注意力，或者是说会让他感觉到，你们这个人本身是非常的有魅力的。所以呢，他每次想到你们的时候，或者说当你们在相处的时候，他其实会不自觉的被你给说服，或者是说会不自觉的被你给吸引，又或者是你们俩之间
如果说是在同个工作场合啊，或是同个环境的话，他就会不自觉把他的眼睛会往你身上飘，就是因为他会发现到说，其实他完全没办法去抗拒于你们本身可能所散发出来的魅力的这个的事情，或者是说会对于你们不自觉的非常的在意。那至少这个对于一段感情来说的话，是一件蛮好的事情。那我们后面再看看有没有可能你们是灵魂伴侣的关系。对，因为可能这个几率的话会稍微比较高一点，但是也不能保证说一定会是。好，那下一张，失去方向。那失去方向就表示说，可能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的话，他可能也不晓得说自己应该要怎么办才好。那特别如果说你们是彼此之间是同性的人，那你喜欢的对方他是双性恋，或者是说异性恋的话，那么他就会开始觉得自己不知道应该要选择谁才比较好。异性恋会觉得更加的困惑跟茫然。那双性恋的话，只要他能够愿意去接受这件事情，或者说愿意接受你。就是说他可能原本对说不会喜欢上你，喜欢上你这件事情是永远被他排除在外的。那现在他反而对你们有所感觉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蛮茫然的啦，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那如果说你们彼此之间就是确实是彼此都是异性恋关系、异性恋的族群的话，那就表示说他面对于你，他可能原本也没想过说要跟你在一起，跟你谈恋爱，或者说不会喜欢上你的这个部分，所以目前他会稍微有点不知道说他到底喜欢的是谁，或者说他要把你放在哪一个位置。所以呢，这个就是在特别针对说不同性向的人的话，解释的方向稍微会有点不太一样，所以你们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那无论说你们是什么样的关系的话，至少可以明确知道说你们目前在对方心里面的话，是真的还蛮占有一席之地，或者是说是一个还蛮特别跟重要的角色。只是目前来看的话，他要做决定或者说找到那个方向，可能还没那么快，会建议你们可能要再给予对方一些的时间。好，那再来我们抽到的是魔术师。那魔术师的话呢，就表示说，其实在这段关系之中，他愿意去接受不一样的自己。对，所以原本是异性恋的话，对你喜欢的人，你们俩之间是同性，然后对方是异性恋的话，这个对你来说就会是一个蛮好的答案。但是可能你们的感情故事会更加的辛苦，那就不在我们这一次要所提到的内容里面。那如果说像一般来说，你们只要是属于符合，在关于性向的部分是能够有相互吸引的这个状况之下的话，其实对方他会愿意接受更多不同的可能性，所以他个人也不会去局限于说怎么做才是对的，怎么做才是最好的，而是他想要去更加的探索，究竟你们对他来讲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存在，又或者是说你们对他来讲是不是值得可以继续喜欢上下去啊，或者说可以继续相处去了解的一个人，或者是说一段的关系。那接下来的话，有可能他会尝试着多跟你相处、跟交流，又或者是说他会尝试着想要透过跟你相处的方式去明白了解到说他对你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对，只是目前他的话是在一个比较彷徨跟茫然的阶段，那他也在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方式跟方法，所以不妨会建议说，你们其实可以给对方一点的方向，可是尽可能在关系里面的话，你们要让彼此之间都相处在一个比较轻松自在的，因为只有当在轻松自在的时候，他才会愿意去听到更多心里面不同的声音。当如果说你们太过于刻意想要去控制对方的想法，或者是说你们太过于想要去控制对方可能对于说这段关系的愿意接受的程度的话，其实容易会让你们受伤，因为当你越去逼迫对方，其实反而就会物极必反。追逐梦想，那追逐梦想的话，就表示说这个人有可能他
目前的工作啊，或者是说他的人生目前的状况并没有到那么的好，或者说他可能本来呢就有一些他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想要去完成的梦想跟计划。对，所以呢，就意味着说，在关系里面的话，他会希望呢，你如果说可以的话，请你要尊重他的决定，或者是说，也会希望你能够，你不一定要支持他啦，但是他希望你能够理解他所做的很多决定跟很多的方式，都是跟他的计划是有相关的。对，虽然他这边是讲说追逐梦想，但追逐梦想的更深一层含义，就是说这件事情一定是他本来就想很久了，那也是因为他想这么久，所以他蛮希望或者说蛮需要有人可以愿意去接受接纳，或者是说愿意去理解这样的他。那当然如果说你们不想要理解，或者是说你们真的不想要去对说这段关系对于这个人多加的体谅的话，那当然他就会觉得无奈无奈就表示说有可能他想要去做这件事情，或者说他的决定的话，你可能并不太会去愿意接受，或者是说你可能也没有办法去站在他的角度为他思考，就是以他个人的想法上来看的话，所以他会觉得说自己有时候在这样的一个追逐自己的计划，或者说去实践这件事情的话，他除了无奈感之外呢，他也会觉得其实自己应该是真的蛮孤单的，因为他怕被你讨厌，然后怕被你给看不起，然后又怕你生气，可是他又想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他的心情上面经常会感觉到会有一种像是那种被拉扯啊，或者说在拔河这样的一个情形。好，下一张。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宝剑三，那宝剑三就很明显，就是说就蛮配合在无奈这部分，就表示其实对方他在对说这段关系，他确实蛮害怕你受伤害，或者是说蛮害怕你可能没办法接受这样的一个他。对，所以他本身在对说这个决定，或者说你们之间这段关系的这个事情上来看，这是一个比较困难。对，就是说他也不知道说自己应该要如何去面对你，怎样才会比较好。那有可能对方本来就跟你们讲过这件事情，或者说可能之前就跟你们提过，那就看你们有没有办法去想起来是什么样的事情，因为有可能这件事情你们本来就知道。换工作他也算，或者是说他想去哪个国家出国留学，这也算。对，就是他做的很多的决定，有时候可能跟你是不太，就是说跟你原本所预期的不太一样。那梦想这件事情，就像刚刚提到的是计划，你可以把它解读成计划，而不是就只是单纯的是梦想而已。因为以亚洲人来说的话，可能就比较没有那么的天真烂漫。那如果说你喜欢对方，他是属于那种欧美的话，那就有可能就是跟追逐梦想本身这件事情，梦想这个部分是符合的。所以有时候还是要看说你们所喜欢的那个人他是属于哪一种族群的人，那当然解释上面的话会稍微有一点点的落差，但是整体的大方向来说是没有变的。好，难舍难分，所以蛮恭喜你们，就至少你们在对方心里面的话是真的有一个无法被撼动的地位，或者是说有一个是没办法被别人给看清的这个部分，就是对他来说啦，他会把很多心思放在你们身上，并且他也是因为他很在意着你们，所以他才会觉得真的要分开的话，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或者是说对他来讲是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这样的一个心情。对，所以表示这个人他对于说你这段关系这段感情，其实他会有一种自己的人生中的方向跟人生中的里程碑，那就看你们愿不愿意可能陪伴着他一起走，或者一起度过，或者是说一起去努力看看。可是如果说当你们真的也不太愿意的话，其实他也不会说什么，只是他心里面的感受当然就不会很好，因为他还是会蛮希望说两人之间尽可能的有机会的话是可以聚在一起，而不是就各自过各的生活，他会比较不希望是往这个方向去发展，所以至少可以明确知道说，
对方他其实做的很多的决定，或者是说他很多的想法上面，都会去考量到你你的立场、你的想法，或者是你正在可能是以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有没有办法做一些变动的情形。所以至少这个人他对待于对象，或者说对于自己所在意的人、在乎的人的话，他想的真的会比较多，然后他也会比较花时间在这个上面。好，下一个茫然，那就蛮明显就知道说，其实他在对于这段关系是否要离开，还是说是否要结束掉，还是说要继续下去的话，他暂时是还没有办法下任何的决定，或者是他还没有办法用一种比较太弱自然的态度去面对你们。所以之后可能应该过几天啦，如果说你们真的都一直很经常在碰面，或者说你们都是相同生活圈的话，最近对方应该会跟你们讨论个什么事情。那这件事情的话，对于你来说，你会觉得有点像是措手不及，或者是说你会觉得心情上面会难以去招架得住这个状况。可是如果说你们愿意去跟他一起改变，或者说你们愿意跟他一起去做调整的话，或许其实这段关系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火花，或者是说其实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可能性。那当然就全凭就看你们自己愿意接收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才愿意呢可能跟他一起去冒险。好，我们今天抽到的是宝剑9，那宝剑9呢就代表着说，他在对于要跟你提到这件事情，他心里面的压力真的很大，然后已经可能严重影响到他的日常生活中的方式，或者是说他经常有时候就会脑海想起来关于你们彼此之间各种种种的事情。那当然以好的方面来看到，就是因为他很在乎你，所以他才会想的希望更加的周全，或者是说希望想的可以更加的就是希望双方之间都是在一个双赢的局面，而不要只是单独一个人是有赢了，或者说单独一个人是有过好自己的生活。他比较不希望是往这个方向走，因为对他来讲的话，如果真的往这个方向走的话，失去你这件事情，他也会认为他应该会后悔，或者是说，你们现在在他心里面依然就是一个无法可取代的地位，对。蛮恭喜你们，因为可是因为目前看起来到底你们是什么样的关系？那如果说你们是稳定、高度暧昧中的人又稳定的话，那其实就还蛮好的，对啊。第2组真的很糟，然后第3组就超好的。我也会希望你们可以继续好下去，但是海洋还是必须要以中立的立场去为大家服务，做这一次的解牌。那我们可以一起去祈祷，后面希望的字卡都蛮不错的。然后也来为大家说起来。好，反正呢，就是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对方确实现在是真的非常在意你们，然后也会希望说可以多知道你们的一些的个人的想法，所以不妨可以看看说你们之后对待这个人的话，你们愿意跟他交谈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或者是你们愿意跟对方分享到什么样的程度，你们一些个人的认知跟你们一些个人的计划。然后再来，我们这边抽到的第5张是无话不谈，所以就意味着说，其实他在面对于你的时候，他真的也是还蛮有自己的想法的，或者是说他蛮认为你会愿意把你内心里面真正的声音，或者说你真正的想法、真正的看法，然后愿意跟他分享，所以他会觉得其实跟你相处在一起的话是非常的自在，或者说非常的轻松，或者是能够做他自己，他能够跟你畅所欲言，就是不会因为两人之间就这样尴尬，然后就不讲话了，至少一定会有其中一个人会来当那个开头，所以至少对他来说的话，这段关系他会蛮喜欢跟你交流的，所以他也蛮想要知道说你在对于可能他的决定或者说他的一些想法上面的话，你是怎么认知，然后你的评价是什么，以及呢你在对他的话是怎么去想这件事情，对，会是一件蛮好的事。快乐，好，你看很明显呢，就是你们在这人心里面的话，真的就是一个没办法被否定掉的一个人、一段关系、一个
对象，然后他也还是会蛮希望说两人之间是能够继续的相处下去，然后两人是可以继续的保持联络，然后是可以继续的往稳定的方向去发展。那当然无话不谈跟快乐的话，我们也比较难以完全去用爱情的角度去看待，但是可以明确的知道说，至少对方跟你相处的每一个的时刻，他是非常的享受的，然后他也是会感觉到两人之间是平等的，是站在同一个地平线上面，都是相同的地位啊，然后相同的身份去讲这件事情。那不同的观点都会有一个很强大的包容性，不管是你还是他，所以对这段关系的话，是会有一个非常高度的期待，认为说，两个之间其实会有很高的几率跟可能性。好，权杖2有没有？好，那权杖的话就表示说，其实这段关系里面，就算两个之间的相处态度上面是不太一样的话，那至少两个人之间是愿意做一些的协调，做一些改变，或者是说愿意去倾听彼此各自的声音。那当然愿不愿意呢去完全的改变，还是说只是调整一点点的话，对他来讲的话，他其实觉得没有关系，但至少两之间就是一定要有交流的。而且目前看起来的话，你们俩之间，因为前面你们有抽过宝剑2嘛，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这边出现第二张2的这个数字牌的时候，意味着说，其实你们在对方心里面真的就会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人。那有没有机会在一起的话，其实目前看起来的话是还没有出现的资讯。可是如果说真的有机会的话，有可能对方是有很认真在考虑的。好，那我们来先为大家收起来。好，我们就希望可以继续这么的好下去，因为目前整体看起来的话，整个能量呢算是蛮幸福跟不错的。好，那也来为大家抽下一张的字卡。好，哇，我想吃掉你嘛！看起来其实你们在对方心里面的话，真的是很重要的存在，然后也是真的他无法抗拒你，有没有？我们前面刚抽到的字卡，无法抗拒你，所以意味着说呢，你们在对方心里面真的就会是一个希望可以继续相处下去，或者是说希望可以继续了解到的一个对象，或者是你们在他心里面的话，会是没有办法那么容易被取掉带掉的人，所以有可能呢，当他每一次在想起你们的时候，就是会有很多的欲望或者说跟你们相处在一起的时候，如果有一些的肢体接触的话，可能呢他就会有很多的想象，或是当他看到你们的瞳孔、你们的眼睛那种深邃的眼神，那对他来说就会觉得很有安全感，或者说会有这种莫名的很安心的感觉。陪伴支持，所以意味着说，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对方他非常的很开心，也很感动，你们总是愿意一直陪在他身边。可是另外一方面来讲，也可以算是说，这段关系里面或许是属于一种日久生情的情况，所以渐渐的，对方对于你们才会有那么多的想法跟想象，或者是说才会希望跟你们两个人之间可以有更多互动的这个机会，或者是会希望呢，两个人双方之间在相处的过程是可以往一个更长远的方向走。所以呢，如果说你们这段关系里面是真的原本有考量到一些在未来的发展跟计划的话，那你们可以或许尝试看看说，多去聆听一下对方他的一些想法。那你可以想想看，你是不是真的要继续的努力下去，还是说你要一起跟他做调整，还是说你有一些你的其他规划，希望他也可以陪伴着你做一些调整。所以呢，当一段关系两之间要一起能够向前走的话，通常并不是只说一个人努力就好，也要双方一起努力。那也是因为一直来你的陪伴跟支持，所以呢才有办法让他能够这么的安心，或者是说这么的在乎你们。好，那塔罗牌部分我们抽到的是权杖5，权杖5在这边的意思就代表着说，这段关系里面的话，确实他原本真的也没有想的那么的多，或者是说原本他本来也没有太多一些
不切实际的期待，他反而一开始有点在拒绝你，或者说一开始他会用一种比较谨慎或者是说严谨的态度来去看待于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那在随着日渐相处久的时候，反而你们双方之间的话，他也慢慢的愿意想要去靠近着你们，所以表示说关系中的你们对他来讲的话呢，你们任何的努力，你们任何的付出，其实都会能够让他感受得到是值得继续了解下去的，或者是说是值得继续发展相处花时间下去的。对，好，那可是他心里面还是会有一些的疙瘩啦，或者是说他心里面其实还是会有一些他个人的想法在，那也会建议你们说不要看到这边就好像心花怒放，马上跟对方告白，也暂时呢先放下你们的冲动，因为毕竟这只是一个占卜，实际上还是要依照对方所面对于你的时候他的态度，那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因为占卜这部分只是把对方心里面的最深层的想法上面给呈现出来而已，但实际上最深层想法跟表面上的想法跟行为又会是一个截然不同。只是如果说表面上跟深层的是有冲突的时候，那他就会因为那样的一个冲突之下，就会产生一种不好的感受。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的字卡，另有隐情。那就要看看说到底他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事情是埋藏在心里面，他没有让你知道，又或者是说他或许有一些个人的秘密，不好意思，或者说也不敢让你去明白知道这些的事情，又或者说他也可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开口，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或者是说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往这个方向走。所以呢，关系里面的话，对他来讲，其实如果说他要在你们面前做隐藏，或者说不愿意跟你们讲这些事情的话，对他来说也是一件蛮痛苦的事情，因为很有可能这个人一直来都习惯什么都跟你说，什么都让你知道，或者是说你问他，基本上他也会让你明白他的一些的用心良苦。对，所以现在对他来讲的话，如果说这些的隐藏起来没有让你知道的事情的话，一定是他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好，那我们字卡的地方情绪的地方是急躁，所以就很明显可以知道说，对他来讲的话，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你们之间的这段缘分，他会认为，如果说要跟你这样子说谎的话，他完全没有办法。对，他反而会，也不能说谎，就是说他在他面对于你的时候，他说不出话来，或者说他不知道该怎么说的话，那当你一起问，他又一直很想讲，那他不讲。应该说他不敢讲，或者说他没有讲出来，他又觉得心里面有点怪怪的，然后就好像话中有话，对。可是就变成说你们还是要等待他愿意给予你们答案。那当他愿意讲出来的时候，他必须要先跨过他心里面的那个门槛，或者说这是可能他老天爷给他的一个课题。节制。好，那这边的话呢，就意味着说，其实这个人他在面对于这段缘分、这段关系的话，就是你们不要逼迫他，等到他心情准备好了，或者是等到他的自我的束缚能够解开的时候，那么才有机会。因为看起来，如果说你只去逼问他的话，他一开始会讲，但等到每次他发现这样子，你都只去逼问他，他就开始越来越不会讲了，因为你们错过了让他去成长的机会，你们错过了让他愿意跨越他心中的那个心魔的那个课题。因为只有当他跨越那心中那个心魔课题的时候，你们这段关系才有可能会有一个新的发展的方向，或者是说才会有一个新的可能性。那如果你们关系真的都一直卡着的话，就是刚洋所提到的，有时候过度的关心、过度的付出，或是说过度的要求对方的话，其实物极必反啊，对。所以会建议说，你们一定要再给予对方一点点的时间跟一点点的空间，那就是让他呢有机会可以为他自己的选择，或者说为他自己的努力去做，为他自己的行为去做一点负责任。致命的诱惑，所以表示说，当他在面对于你们的时候，他
会因为你们的一些举动，或者说会因为你们一些的外表，或者说你们的一些外在的特质，那他就会受到你的吸引。那如果说你们喜欢的人他本身的性格是属比较内敛型的话，那么你们所做的行为，或者说你们的想法，或者说你们的出发点，就也很容易的会能够打动得了他。所以呢，会蛮恭喜你们，就是说对他来讲的话，这段关系其实本身是非常的有意义的，然后也是蛮希望说关系是可以继续的稳定发展下去。所以我们这边抽到的情绪之卡是贴心，所以表示你们一直来可能为了对方做了很多的事情的时候，因为都是以他的方向为出发点，那他这个人或许是因为很懂得感恩，所以呢，他才会对于你的这些的行为跟做法，他会觉得心里面会有一种甜甜的滋味，或者说你们刚好所做出来的那个点是有在他所在意的那个部分，所以呢，他就会认为说你们是很能够让他感受到，是很合宜的人，对，适合的人，对，突然有点那词有点发音发不出来。我们那天抽到的是皇帝牌，那皇帝牌就表示说，他这个人可能在对说自己的需求，或者说自己所希望、所渴望的东西上面，他本身是可能有语言障碍呀、或者是说他比较不知道该怎么去讲出来，那反而会因为你们的观察的入微，或者是说很细微的认知，应该说很细微的情绪的话，所以他就会对于说这样的你们是完全跟他相反的人，然后会有那种相辅相成的效果，那就会对他来讲的话，你们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然后也会希望说可以跟你们有更多可以好好相处下去的这个机会，或者是说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方向。所以呢，看起来似乎对方他可能也是那种爱在心口难开的人，所以就看你们愿不愿意再可能给对方一点点空间，或者是说再继续维持这样的目前的状况。洋洋会觉得可能不要逼迫他，因为已经出现了皇帝牌，皇帝牌表示说这个人的性格他是不能被逼的，就是很多东西是要在他的掌控跟掌握之中。可是目前他是在一个还在转换的阶段，或者说还在慢慢觉醒的阶段，所以会比较建议说顺其自然，可能才会是最好的方式。好，我们都失去理智，我们都失去理智的话，反而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他可能会对说自己的一些的想法上，或者说自己的行为啊，或者说自己可能对说我们这段关系的期待有点太多了，他可能会想着说，我是不是应该要改变一下我自己，还是说我们俩之间要稍微有一点的距离？那洋洋会认为他的距离不会太明显，对，那也不是说要离开你们，只是他希望说两之间有时候可能不用黏得太紧，或者是说相处的频率可能可以稍微再降低个1-2次，或者说可能降低个30分钟到1个小时，就是那种比较一短短的改变啦。他希望可以用这种就是说比较理智跟理性的态度去看待，因为表示说这个人他蛮怕他自己在感情里面有点太感性了。对，那另外说法就是，如果说你们本身是问的人，你们是同性别，然后对方可能是异性恋的话，他就会觉得应该不能跟你有这么亲密的接触。对，那双性恋的话，基本上不会，他比较是他自己个人的方式，他自己的个人的状况，因为他要去思考说，究竟是要踏入同性的关系，这也是另外一个他必须要去面对的课题，所以会依照每个人不同情境，可能在这边解释的方向会稍微有一点点的要稍微留意跟不同。动摇了，动摇就表示说，可能目前他的话是有考虑这段关系，他要好好的去思考，想一下说他到底应不应该要坚持，还是说要继续相处下去，还是说这段关系就要先这样子暂时有所结束，会比较好。权杖骑士，那权杖骑士的话，在这边就意味着说，其实在这段关系里面，对方他会比较担心两人之间，如果说真的都太过于想要去让这段关系发展，但是如果说以现实环境中是不容许的话，那么
其实在这个地方上面是比较不适合的，他反而会比较希望说，两个人的话在相处不要发展的那么快，然后尽可能的不要是以肢体或者说以肉体的方式去相处，会希望两人之间是走的可以更长远、更长久。因为有的时候他蛮担心说，如果说当我们太过于去感性处理关系之间的问题的话，那也会容易造成可能想法上面是没有深思熟虑就踏入一段关系，也会让原本好的缘分把它被打坏了。前任的阴影，好，那看来就是说，有可能他的前任，或者是说他原本所喜欢的人，以前啦，不在还没喜欢上你之前，他喜欢的人可能给予他蛮大的伤害，所以导致于说，让他可能在对于情感中的方向的话，情感中的处理的方式，或者说情感的相处，他会有很多的需要去跨越的地方，或者说有很多需要去改善，或者说去认识他自己的地方。对，所以目前看起来就是他这个人本身呢，在面对于你们之间关系的时候，如果说真的有去，因为他有前任或者说以前他喜欢的人所带给他的那些的阴影跟伤害的话，他现在经常会容易想起来，那就会容易造成他心里面的一些不舒服，或者是说会有一些在生活中的一个不舒快、不舒爽的这样的一个那种感受。所以呢，现在目前他会希望说，可以把他的那种内在的力量拿回来，或者是说他会希望能够慢慢的去好好的认识一下他自己。对，那看起来的话，有时候他会稍微有一点逃避的心态，所以会反而就是刚刚前面提到说，要建议你们要让这段关系顺其自然的发展，然后不要去逼迫他。如果说我们逼迫他的话，就是刚洋所提到的，因为他本身是在国王牌的部分，所以他的想法上面其实很难去改变，他也不希望被改变，除非是他自己愿意去改变，那当然一切就会变得不太一样。对，所以会建议你们说，可能再给对方一点点时间，或许这段关系就会有一个新的机会跟新的开始，或者是你们可能可以去找新任的老师，或者说找洋洋占卜看看，说究竟对方对你们感觉啊，或者是说对你们这段关系接下来的下一步是什么，或者是他目前可能对说这段关系他一直都没办法在一起，他的顾虑点到底是什么？对，好，最后一张。我很爱你，蛮恭喜你们，因为这是在最后一章，对，10章嘛，最后一章，所以呢，表示说其实对方他对于你们是真的很有感觉，并且他也把你们看的是真的还蛮重要的，蛮希望呢可以跟你们之间有更多不同的可能性，或者是说他对于这段关系，其实他是有蛮多的想法在，对啊，所以呢，关系之中的话，有人会认为啦，因为这边抽到的情绪之卡是害怕，所以就是在对说跟你之间的这段关系要不要在一起，或者说他喜欢上你这件事情的话，他觉得是有一种不认识自己的感觉，所以他才会觉得很害怕。然后再就是有可能他因为前任的带给他的伤害，或者说他的前任之前喜欢的人所带给他的痛苦，会让他再一次在关系里面受到很多的伤害跟害怕，所以他会容易用一种比较严谨的态度去面对、去看待，所以他才会希望关系跟感情里面是可以在他的掌控之中。所以呢，我们这边所抽到的塔罗牌部分是隐者，那隐者就意味着说，他会认为每件事情或者说感情里面的话，是要在他能够想透彻跟想通的状况之下，那才是会是最好的。那如果说是在他还没有想透跟想通的状况之下的话，他会继续选择当个逃兵，或者是说会当个缩头乌龟，并不想要去经营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或者说他如果说就算再怎么很爱你，可是如果你没有去尊重他的意志，或者说尊重他的那叫什么？哎呀，那天忘记一个词汇了。反正呢，就是对他来讲，关系他不希望被逼迫，你要让他能够去成长，去面对这个课题，那他才有可能去跟你们相处。所以呢，我们以纵观上来看的话，如果说你们是断联中的人，其实对方应该有可能会回来几率非常的高，但是也没有说到完全，因为有可能他后面他没有跨越那个课题，你们就没办法强迫他嘛。那如果说你们是你们如果说两个是同性，然后对方是异性恋中的人的话，
再给对方一点时间，看他有没有可能就从原本的纯的直的，然后就变成是弯的这样子。对，你们就不要去强迫这个人。那如果说是其他的人的话呢，基本上这段关系，如果说你们的环境是能够，应该说他的工作跟他的钱财，只要没有太大的问题，然后他的家庭，应该说他的原生家庭所带给他没有太多的压力的话，基本上这段关系很快就会有开花结果机会，应该最快会在10月过后。对，会建议你们可能可以再等看看。对，反正现在7月嘛，那大概还有3个月左右的时间就会有答案出来了。10月到12月之间会有答案。如果说过10月到12月这个中间都没答案的话，那可能就要再看看说下一次什么时候了。对，只是预估来看，最快是10月到10月1号到12月31号这段前这3个月有很高的几率，你们关系会有确认的这个可能性。好，那这样的话呢，就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那如果对你们有帮助，或者说让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如果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账户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